Hello， 我是 Katie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什么产品，是要分享个超级实用的夏日超持久底妆步骤。那夏天应该大家很讨厌什么出油啊、脱妆啊、浮粉啊、暗沉啊、卡毛孔、卡鼻翼，什么毛孔粗大，各种的脱妆问题。那也可以透过这个完整的打底程序来改善前面提到的问题。那今天就没有要跟你们废话闲聊，我们就直接开始上妆。第一步呢是要先抹防晒，基本上我是建议女生你都要抹一下防晒，它不只是防晒黑，因为还有防晒老这件事。那我最近喜欢用的是这个理肤宝水的，我刚刚已经先抹过一层了。防晒你一定要擦到一个足够的量，它才能起到那个防护作用嘛。如果一次性的要把那足够的量全部抹到脸上啊，会很厚重，很难推开。所以我都会分2次，等第一层差不多吸收之后，再抹第2层，这样子就不会有那种很厚重黏腻的感觉。像夏天呢，我就不会再擦霜类的保养了，因为防晒基本上它都会比较有一种油腻的感觉嘛。如果你在防晒之前再擦霜类的保养啊，脸就会整个你知道太湿润，除非你是皮肤非常的干啦，不然像一般的肤质，你可能夏天就拍个化妆水，然后再一个清爽型的精华液就好了。脖子不要忘记。这边会再加强，因为我颧骨是有雀斑的，我都会再稍微加强，等个差不多5到10分钟，等防晒有点吸收进去的感觉。我们接下来要上蜜粉，对，我们要在粉底之前先上一次蜜粉。那蜜粉是用什么不重要，你就粉质够细就好了。像我现在用的是苏酷这个紫色蜜粉，他们这一罐已经停产，想要赶快消耗光，所以现在用这个苏酷的，没有说觉得这个特别好用啦，反正他们有出新的。如果你对苏酷蜜粉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去专柜试新的，我觉得是比旧的这个好用。蜜粉就一样的用法，你拍到脸上。那如果你的脸容易出油呢，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控油蜜粉，或者是你是混合性啊，你就可以 T 字用控油，然后像脸颊 U 字这边用一般的蜜粉。上完防晒，刚刚不是脸上会有一点点油光的感觉，那现在用蜜粉把它吸掉，那也顺便是把防晒做定妆。蜜粉都上好之后呢，上一个定妆喷雾。定妆喷雾其实没有说一定要有什么，你这时候要上那种活泉水也可以，反正只要喷雾够细，它可以让粉更贴合你的皮肤就好了。那或者是如果你容易出油的话，你这时候可以上控油的定妆喷雾。反正我现在上这个喷雾的目的是要让粉吃进皮肤，更贴合皮肤。好，定妆喷雾都吸收之后呢，接着上粉底。那粉底这时候你要用粉底液、粉底膏，或者是这种粉底条，或者是粉饼都可以，它并不会毁掉你前面上的防晒跟蜜粉。我现在用的是 Make Up Forever 的粉底条，那这个呢我都会混2个色号。就是脸颊中间需要提亮的会用最浅色，其他地方呢用比较贴合我肤色的。接着再用美妆蛋排开，我拉近给你们看哦，并没有因为我刚刚上了蜜粉而让底妆会卡粉，就照样是可以排开的。好，你们看上好了这一半。有没有底妆还是很贴合，不会有浮粉的感觉。好，我现在粉底上好了，因为觉得现在看起来粉感比较重。没错，因为我前面已经上了防晒，防晒基本上会有一点点泛白嘛，接着又上了蜜粉，再来又上了妆感比较重的粉底，所以我现在整个脸会看起来粉感非常的重。那如果你不想要粉感那么重的话，你可以前面的蜜粉换成透明蜜粉，然后粉底换成清透一点的。那在粉底之后呢，我要再上一次蜜粉，把现在的这个粉底做一个定妆的动作。那这时候我的蜜粉就用透明的，不然我的妆感会再变得更重。不想要妆感那么重，所以我现在就改用透明蜜粉，只是做一个定妆而已。如果你要上遮瑕膏的话，你要在这一个蜜粉之前先上遮瑕膏哦。好，蜜粉上好了，一样。如果你很容易出油的话，你这时候也可以用控油的蜜粉。基本上我看到网络上口碑最好的控油蜜粉应该是 Laura Mercier 的吧？如果你是油肌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像我这边比较容易干啊，用 Laura Mercier 的真的太干，我没有办法用。好，我现在这样子蜜粉上好，我再拉近给你们看哦。这个脸的那个粉是非常服帖，没有什么斑驳啊、起屑啊，或者都没有。即使我在粉底液之前先上了蜜粉，也是好好的。最后呢，我要再喷一次定妆喷雾。那最后这个定妆喷雾呢，就要有定妆的功能，因为你这已经是最后一层，要有一个防护罩的感觉。那我的这个是有定妆功能加保湿的。如果你的皮肤比较容易出油的话，你就要用有定妆功能加控油的。那我相较于控油的话，我更需要的是保湿。
所以我用的是保湿型的。你最后这个定妆喷雾的功能，除了是让你的粉更吃进皮肤，然后增加你的持妆度之外呢，也会让你的脸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粉感。所以定妆喷雾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。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防止眼睛部分晕妆脱妆的是眼影底膏。其实你的眼睛啊会脱妆，常常都是因为出油嘛。那眼影底膏可以防止出油，那这样子除了防止你的眼影基线或者是掉色之外呢，其实也可以延长你的眼线脱妆啊，或者像睫毛膏晕开的状况。所以如果你是眼皮很容易出油的话，我都建议你一定要用眼影底膏，这是延长眼妆持久度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那我最喜欢的是这个，已经分享很多次的 MAC 的 Prep and Prime 眼影底膏。好，我刚刚去把我脸上的彩妆都补起来，用的是这一盘梦露帮我去韩国买回来的培丽培拉彩盘，它是眼夹彩盘，用起来效果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那如果你想要看上妆的过程的话，我有放短影片在 Facebook， 就是常常我会化妆的时候录很短的影片，那么短的影片我就不会再放在 YouTube， 我会直接放在 Facebook。所以如果你想看脸上这个妆容的话，麻烦去 Facebook 看短影片。那距离我底妆上好已经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了，你们看哦，有没有比刚上好妆的时候漂亮很多？这样子的打底过程呢，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让皮肤吃妆，妆感呢才会更自然，不像一开始是有一点粉感，而且会过白。那现在你们看一下它的贴合度，是不是超好？这个贴合度超级好，而且不会有很厚重的粉感，完全无法想象我刚刚上的到底有多少东西。因为现在整个妆感是非常非常自然的，而且像我用的是比较保湿型的定妆喷雾啊，所以脸上会有一点自然的光泽浮现，没有那种很厚重不自然的粉感。而且因为你前面叠了比较多的粉体啊，所以你的毛孔会被抚平。这样子的打底步骤呢，会增加你底妆的毛孔修饰力。打底下来真的很漂亮哎！我现在距离前面你刚刚看到上好妆啊，是已经过了大概5个小时了，特地等了一下让你们看它的底妆持久力。这不是哪一个产品的持久力特别好，是这样子层层堆叠之后呢，整个堆叠出来的持久力超强。而且你们看我的脸上是不是光泽变得很漂亮？可是没有油光哦，你看我的 T 字完全没有出油的感觉。那这个光泽会变得漂亮，是因为我前面的定妆喷雾都是搭配保湿型的，所以它那个底妆慢慢越吃进皮肤之后呢，光泽就慢慢跑出来了。如果你也希望能够有一个有光泽又持久的底妆，你可以试试看这样的方法。但是如果你的脸会出油的话，拜托要用控油型的喷雾，不要用保湿型的。因为我的脸不太会出油，所以我用保湿型的呢，效果就会这样。更近你们看一下，是不是完全没有浮粉，连鼻翼都几乎是好好的，我觉得超神奇的吗？下巴也是完全好好的，然后毛孔的修饰力也是都还在。那唯一有问题的是看到眼下，没有说特别干，可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干纹。那是因为我眼下特别干嘛，所以如果你的皮肤也非常的干的话，你需要做好妆前保湿。那像我通常是需要加强眼下的保湿，但是我今天没有，我今天偷懒了，今天妆前没有涂眼霜，所以就变得有一点点干干的感觉。但其实看大致上看起来都好好的吧。今天妆感真的很漂亮，完全不像是叠了很多层的粉。我会这样子画啊，其实是因为这阵子都需要带小孩出门嘛。带小孩出门就是你要拉着他走，推着他到处跑，会自己流很多汗，然后又晒太阳，真的会很容易脱妆。所以我就一直在试，到底要怎样才能让底妆更持久。发现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堆上来啊，底妆真的持久度大增。可能你原本一般的底妆啊，就不是特别强调持久的，都会变得持久。像今天用我这个 Make Up For Everyday 粉条，他们也没有说特别持久度很好，可是这个这样子叠上来，你们自己看一下，持久力，而且它后面的妆效是会越来越漂亮的。如果你也希望你的底妆能够更持久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子的方法。那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需要的人，不要忘记订阅我频道，拜拜。